北京决定要做空日元的话，那对于日元来说，进一步这个大幅贬值是指日可待。虽然说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开心，毕竟你到日本的这个购买力要更强，但日本本地的人铁定会受不了。是，但是你看高市早苗就是因为他这一番对北京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让他在民调冲到非常的高，这也是事实也就是说，今天其实也就是高市这么做，日本人大家愿意背着裤带过比较苦的生活，然后来挺你哈。如果说今天你高市就因此然后说对那个北京方面这个寻求这个和解，或是甚至于这个拉下脸来道歉的话，我个人认为高市也做不下去。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恐怕还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内部的债务问题。日本经济真的要崩盘了吗？最近有这样的说法哈，因为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一位经济学者叫史东格，他就直接挑明的说，他说日本已经走到了债务终局。话说的这么大胆，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摊开数字来看，真的很惊人。日本政府总债务已经冲破了 GDP 的263%，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那这代表呢，每收进3块钱的税金，就有1块钱要必拿去付利息，而且还不含还本金。这个有在还房贷的朋友们就会非常有感哈，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赚进来的3块钱，1块钱要拿去只付利息，还不能还本金，很辛苦啊。好，10年期的这个国债殖利率啊，更是飙到了1.98%，创下40年的新高。所以这个经济学者史东格就直接警告说，只要升到2.5%，光是利息支出就会吃掉日本税收的60%。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啊！更致命的是呢，这个最新一次的日本国债标售非常惨，创下1987年以来的最糟纪录哈。在这个时候呢，高市则是决定他还要继续的借贷，要再借18.3兆日元。哇，这个已经债台高筑了，还要再举债啊，这会不会压力大到破表啊？好，就是其实过去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现代货币理论》这个理论讲得很邪门，但是好像有点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政府会倾向用发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要还的钱跟你还房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它只需要发债还利息。那这些本金它会怎么样被摊还？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会有通膨，通膨就会打消掉它本金这个部分的价值。所以长期来讲，政府再举债基本上要垮的可能性不太高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数值还是非常惊人。我253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GDP， 美国的国债大概占 GDP 大概120%到142之间哦，那台湾只有占26%啊，就是你相比之下，这个日本举债的数值就过分的高，这是的确。那我必须说，这个举债过高可能会造成它的财政不健全，但是中举来讲，我觉得它不太会倒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仍然是现在全世界外汇存底第2高的国家，有1.36兆，这个排名世界第一是中国，那台湾排到第5，是大概将6000亿的这个美元，所以一个它是债权的国家，它去发债，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并不会拖垮这政府，不过不代表它的经济会复苏，因为它在撒钱的过程里面，看它有没有办法投到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可以一些这个资本财，就是它可以再创造收益，比如说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让这些投资以后变成可以赚钱，那它就会慢慢打消它的债。但是如果它只是就是透过政府撒钱的方式去刺激消费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债会变成债留子孙。那马老师，这个因为我们常听到就是高市早苗，其实他是安倍晋三的算是弟子了哈。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安倍有3支箭嘛，这3支箭呢包括了积极的金融政策，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大量的宽松货币政策啊，就是 QE。其实这个跟美国之前很像啊，不过美国的 QE 确实最后造成了一些灾难哈。那第2支箭就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第3支就是呢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所以现在从高市的铺排来看的话，他是不是已经在开始也是参考安倍他师父的路呢？我想这个日本的经济发展它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20年里面没有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他们过去对于这个邮政的改革啊，它就受到很大保守势力的阻碍。所以我觉得从安倍到现在，整个日本的这个
产经环境应该没有太大的转变，这是为什么他要继续做的原因。但是问题是以 QE 来讲，它必须要这个货币本身它还有一些价值，比如说它的利率是比较高一点，它才当它往下调的时候，它才会有挹注的效果。可是现在日本就零利率的状态，前几年还是负利率，对，所以其实 QE 在日本来讲，我觉得它能够收到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它货币的价值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它还存在着某一种程度的利息的概念。那所以它这样子去下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让银行的资金更多的挹注到市场上，导致它的这个 QE 的效果应该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来的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信奉这个安倍的经济学，可能更往自由化路线走，可是第一个内部的阻碍没有改变结构，那第二个，它以 QE 的这个货币效果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有限。对，而且现在当然这个对内来说呢，其实高市要处理的就是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啊，因为最终日本的民调还是要看这个经济做得好不好。好，但是孝瑋兄又怎么看？因为现在更惊人的一个数字哈，就除了债务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日本是面临到人口持续的萎缩，劳动力不足，然后呢物价又上涨，使得民众呢倍感压力。这个最新的核心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呈现负增长，那么实质薪资啊连续10个月负成长，日元对美元大幅跳水到157的低点哈。但在这个时候呢，你说雪上加霜，因为呢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最近又因为高市早苗的这番言论呢，现在还没解决啊。所以有几个数据，包括中国大陆的旅客订房量暴跌57%。那如果这个观光抵制的措施继续延长呢，一般现在预料损失恐怕会达到1.2兆日元。现在中国大陆是日本第2大的出口市场，也贡献了日本 GDP 至少5%。所以如果这场持久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对日本是有利还是很不利呢？还有市场现在更预期的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做空日元。哇，你光听这几点就知道日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我要问孝瑋兄，您怎么看？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高市早苗到底会不会软下来？看得出来他现在有在缓和了。可是最近我也跟一些朋友聊天啊，他说不行，这个千万不能软哈。一再软的话，高市恐怕就得提早下台都有可能。怎么看？的确啊，就是说，因为其实。说起来很微妙，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观光客以及他们那些观光收入，的确对日本的市场帮助很大。但是其实大陆的观光客，大家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全然都很受到欢迎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钱，然后他们也很有购买力，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出来的这个人口的就是他们的人的这个素质会让被观光的地方，其实对他们不见得就是说真的很喜欢，让他们觉得说让大陆的观光客来觉得是件好事。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因为这个没钱跟穷，以及给我一个干净清净的生活，其实可能很多被观光的地方反而是选择后者，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你可以看到其他几项对于日本方面的确是非常的可以算是这个打在七寸上。那特别是包含如果说今天美国北京决定要做空日元的话，那对于日元来说进一步这个大幅贬值是指日可待。虽然说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开心，毕竟你到日本的这个购买力要更强，但日本本地的人铁定会受不了。是，但是你看高市早苗就是因为他这一番对北京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让他在民调冲到非常的高，这也是事实哎。就是说，今天其实也就是高市这么做，日本人大家愿意挺勒着裤带，然后这个过比较苦的生活，然后来挺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你高市就因此然后说对北京方面，然后开始用这个有点像是寻求这个和解，或是甚至于这个拉下脸来道歉的话，我个人认为高市也做不下去。而且对于一个国家的首相来讲，我之前在国会里面所做的这样一个答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代表他本身这个政权本身的一个 credit 一个信用，也就是说，我不能今天说 A， 我明天说 B 啊，我完全同意一件事情，就是高市他那一次在这个内阁就是在那个国会中答询的这样的方式，的确不是很很老练的方式，毕竟他也是个政治新手嘛。当然，但是在国际这个政治上，你不会有什么新手老手，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蜜月期跟磨合空间的。他既然已经说了，所以我觉得他未来能够做的就是如
如何能够在其他的方向向北京方面释出更大的善意，以求得北京的谅解。但是他对于已经说出的话，他绝对不会妥协跟让步。但是他可能你看他后面就包含就是说那个依照这个旧金山合约啊，日本对台湾的领土经没有任何智慧的这个余地了等等，这其实都是对北京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让步。那我个人认为，他未来还会继续朝着如何能够找出跟让北京方面接受的方式，继续能够和缓北京方面情绪，但是他绝对不会说出他已经说出的话。对，高市本人你可以看到他最近都不是他本人，但是都是他旁边的不管是怎么样想办法搬一个台阶，让他想办法下来。但是呢，中国大陆就是不买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在敷衍。你要么就是本人亲自对于你所提出的那番言论，你必须表态才行。可是高市到目前为止，本人是没有任何表态。所以我先问一下 Ross，你觉得？因为刚刚志伟也对不起，孝伟也觉得说高市不会软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已经开始一点晚了。那最后，尤其是跟川普通电话之后，他说法有稍微改变。虽然11月7号国会的说法不能直接完全收回，这个也是不可能，会太丢脸。但中方的态度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态度就是敷衍啊。当然，中国在第一时间不会说好，你说你尊重1972的联合声明，那我们就 OK 没事，这个也是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动作会维持一阵子，但是搞事招标会不会维持？就是国内这个 popularity， 就是声望会不会继续上升？我也是觉得很难。因为你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好，顺着你这个话因为你刚刚讲的声望，就是他现在当然都会看他的国内民调那现在民调都是超过70%，最新的民调都是超过70%。不过呢，大家也常常拿高市早苗跟之前的这个民调最高的，史上有史以来就是最高的民调，就是小泉纯一郎，就是现在小泉进次郎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比高市还要高之前是80几%最高到87%，但是他的支持率不到1年就从87.1%掉到了4%，就是49%。好，那现在川普呢？当然，我最近看的民调是大概40%左右大概在上下。自己川普也是为了这个物价啦、关税这个支持度一直狂掉美国的经济一旦出事的话，当然就直接反映在选民的支持度上。所以我要问的是，现在看高市，当然超过70%的民调，可是民意如流水，它是随时会变的。你觉得那个关键，他要怎么样 hold 住这样的一个高民调？当然最关键是国内经济，是经济，对，这是最大的考量，而且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国家安全，其实首先要面对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另外也要看中国的做法。我刚说中国一些动作，不管是附近的军事演习，或者抵制中国日本的货品，或鼓励中国人不要赴日本玩旅游等等，这个都会继续做一阵子。但是中国会不会，比如说发言人或在网络官方会不会一直用这个 personal 的是针对个人的批评？如果继续有的话，这个会对高市早苗的声望会有帮助了。但是如果中国的做法是好，我们继续抵制日本产品，呼吁大家不要去日本玩，但是没有包含直接弄那种很直接的方式来批评高市早苗，那很有可能高市早苗这个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因为经济真的是会出现。而且国内经济其实它联动的是跟海外的，它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中国是特别针对个人做这个批评，那日本人这是可以理解，他们会团结。都会支持他们的，会团结，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嘛，会一阵子嘛，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会不会是在那个时间，到底能够撑多久，它的蜜月期？所以我说这个要看中国的做法。如果中国继续针对个人批评，那还是会对不管经济怎么样，还是对高市早苗会有帮助了。但是如果中国没有继续用这种 personal 针对个人的方式来批评他，但是经济问题还存在，那他的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对，所以现在关键点就在于说，因为刚才孝伟特别提到说，这个观光，我在想的就是观光，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不去日本了，那这个观光的缺口谁来补？如果没人补，没有国家的观光客能够来补，就算有台湾政治人物不是会说台湾人都会帮忙吗？
那是笑话了哈。哦，是笑话。我知道，我误会了。这个是我以为一大批台湾人都会去那边玩。这个是那量补不了量的问题，那是量的问题，补不上。你要有诚意，但是你也要量才行哈。所以我最后想问的说，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收尾？最后，应该是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说哦，只要你做这个，只要你说那个，就会收尾，这是不可能。这个是一个 time 时间的问题，可能会慢慢缓和，但是会持续一阵，的确会持续一阵子。中日两国关系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的一番言论，他当时针对台湾有事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而这个风波跟争议，大家原本以为很快就会平息下来，但并不是，越演越烈啊！现在中方从观光、水产品，接下来呢还传出要使用稀土等工具啊，因为中方强调他们的工具箱里面的工具还有很多。那外界也都在看接下来这个争议会如何的收场。还有，因为言论呢牵涉到了台海、台湾，美国会有角色吗？日方他们派出了代表，我们也看到到了北京去呢，不欢而散。双方似乎看起来都没有任何妥协或让步的空间，而中方呢，现在要求高市早苗要收回当初在国会接受备询的时候呢所说的那一番言论啊。但是日方的态度很明显的就是一句话办不到。那分析也认为说，双方其实都有在高层，特别是执政权力上的一些顾虑啊。所以想先请教明老师啊，您觉得高市早苗他的发言，因为现在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其实不妥，但是也有人认为实在是在外交上太不妥当了，因为把原本的战略模糊变成了一种战略清晰，怎么看？我倒不觉得他要把它变成战略清晰，因为他是被问得非常精准。那你作为一个首相被问的这样，他是被前任的那个国防大臣嘛，问到这个问题，那你说问到说。有什么假设情况？那你能说不回答吗？如果说作为一个首相，你答得模糊的话，你这首相不太容易做吧？所以你必须答得很准确。他的回答其实你仔细看到，因为那个我后来查了一下，那个冈田的那个问话呢，大部分文字稿没有出来，但是全世界都在关注高市的这个回答，所以高市的文字稿呢比较清楚。他反复讲说。要根据实际情况，然后综合这个当时发生的状况，再综合各种情报，再做判断是否达到这个标准。对啊，他反复讲的话，然后我觉得就是唯一，如果说大家可以争议的话，他讲了3个如果啊，如果中共派战舰出来封锁，他没有说封锁台湾呢，他说封锁，然后美军介入企图突破封锁，这第2个这个如果。第3个如果就是，如果美军介入之后，中共对这个美军呢使用武力的话，那么我们日本要预做准备。他是这么说的。所以你若根据这个话来讲的话，你说出格嘛？当然，大家觉得出格就是他把大家过去都知道的事情摊开来讲了，把心里的话讲出来了。但是可以这样说哈，但是你说他真的有出格吗？他说没有出格，为什么？他符合我们一贯的政策。为什么一贯政策呢？日本对这个，我想对介正兄也非常清楚了。这个他们对这个一般来说呢，他有没有形成统一见解？如果形成统一见解的话，那就隔天要这样讲话，然后再往下呢，有可能要立法或者一步往下走。他说没有形成统一见解，那只是我国一贯立场。我们的推断哈，如果讲说这是我们日本的内阁或日本政府一贯立场的话，那表示过去我们谈过这件事情，那只是不公开而已。那现在被问到了，然后问的人也是懂行的人，所以他这个就很难回避。所以对他来说呢，其实你仔细看，因为他后来也说，他说我就是好像不应该说那么多。那但是问题是，大家都知道这么回事，他也不是说我一定是这么走。他说了一次，大家把上下文看清楚，只是一种情况。而且高市之后，他也特别提到，他说未来不会再针对这种假设性的提问来做回应了，对吗？因为一般有的时候知道引发了轩然大波了。这个介正兄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况很尴尬，你就说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不回答。或这种事情呢，我想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像这样最后，他大概那时候真是嘴快了一点点了，所以我把它讲出来了。明老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高市把他心里面想讲的话讲出来了哈。不过因为身为一个首相，黄老师啊，这在外交上面会引发争议。我们也看到，确实在后来一连串的这个外交风波，到现在看起来是越演越烈。
质询稿应该是先拿到的，所以他应该知道，就是他会被问到什么样的问题才是，不是吗？首相府会收到很多这个拟答题，因为日本是一个官僚为主的一个社会，包括领袖峰会啊，那个外务省的负责的司长啊，或者他们叫局长，都会坐在首相旁边，然后看着首相念他们事前拟好的答案，是题目先拟好，对，事前跟对方都沟通好，所以至少日本的首相是照着稿子去回答。那么我觉得从日本内政有一个角度，过去啊相当长一段时间，自民党的执政联盟啊是跟公民党，公民党是一直以和为主的，然后反对这个扩军，反对增加国防预算，所以过去的那个结合跟现在是不一样。现在的这个维新会啊，比相当于这个自民党里面偏右的，那所以他的内阁组成跟政治氛围，就内阁的氛围跟过去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刚刚明老师讲的，就是他太认真的去针对实质的问题实问实答。那虽然有加了保护，就是说假设是这样，假设是这样，有可能会是怎样。可是这个有点像那个回答那个论文口试啊，回答老师了，不像是政治人物。虽然高市不是初出江湖啊，但是他在这个方面很可能还有其他内政的考量，因为他可能鼻子闻到了，就是说今天他的所谓弱势或不稳定内阁，如果能够起手式很强的话，那么会对中比较硬的话，那再加上他刚刚才跟美国川普总统有这么所谓引号融洽的会谈，所以可能他这个高兴了一点。而且从事后的民意调查支持度看起来是有升高的哈。那我简单就问一句啊，您觉得高市当时在国会的那个问答，这个询答一答，他是真性情使然呢，还是技术性的？就您讲实问实答。我觉得他思考过，他不是初入江湖啊，他老江湖了。好，老江湖了，思考过了哈。明老师，我这边回到您啊，因为在这一次的争执当中啊，大家也注意到的是，中方多次提到说要求日方要遵守中日双方的4个文件档案啊，大家就开始找了，是哪4个档案呢？哪4个文件呢？这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意涵呢？我特别找了这个表啊，让您待会大家一边说明的时候，可以一边来看一下，就中日的4个文件。包括了这个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哈，主要就几个呢，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日本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另外呢就是和平友好条约，还有就是伙伴关系哈，就友好伙伴关系，另外就是这个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来，请。那第一个呢，这个我想这次说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哈。第一个就是日本承认中共，就那个就是我们叫做Tanaka Shock。田中正汉，然后田中正当是里面比较关键一句话就是日方充分理解并尊重中方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那至于什么呢？没有说得很清楚。就像我们讲说，美国讲的是 recognize 呢还是 acknowledge， 差不多这个味道，这第一个。但他至少确立了说，中日双方的这个关系，这第一点。那等于就是怎么说呢？关系正常化吧，这么说比较准确。那第278年的那个呢，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里面还有一个条款呢，比较重要，叫反霸主义。反什么呢？1978年反霸反的是苏联，反的是苏联，因为美国当时也是以反苏为主，所以拉拢日本。然后这个条约呢，一方面有这个反霸条款，二方面巩固了刚刚前面讲72年的政治承诺，等于强化了72年的东西，进一步强化，对，进一步强化。是。第3次1998年，就是20多年之后，重申和平跟友好。强调各方面的合作，日本呢重申在台湾问题上面坚持一中的立场。是好，那这个话就比较关键了。所以中方呢后面就屡把这句话拿出来，或把这4个文件拿出来。啊，这第3个，第4个是08年，就是奥运的那一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个战略互惠关系呢，因为当时08年呢，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经济非常好了。08年办奥运嘛，对不对？所以那个经济非常好，大家都觉得说那这个不得了，所以很多人要靠过去，所以这个战略互惠关系呢面非常广，政治、经济、安全、文化、能源各方面呢都在里头。
那中方这次提出来呢，简单说，因为很简单，他非常厉害，所以我常常讲说，跟中共这些谈判呢，基辛格在过去回忆录里面写了很多，然后谈论了说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因为他们抓什么东西很厉害。中共跟人家谈这些任何谈判谈什么，第一件事情我先把大框架框好，大框架框好之后呢，在这框架之后，其他事情是推演出来的。而不是说，哎，我跟你随便一项谈，不是这样。我先把框架框好之后呢，东西都在这框架里面，哎，一解释不合框架，那不行，这个不行，这不行，这不行。所以他把框架想得非常清楚。所以基辛格在谈了好几次之后呢，摸到这一点，然后后来觉得说，啊，这个很重要。对，就跟国务院里面讲说，咱们这样谈一定要好好这样谈。好，那现在这个中共这手拿出来了，他现在拿出来谈的问题呢，不是领土争议，而是你违约。你违背你过去当拿这个框架去跟对，你答应我这4件事情，这4个党就像说他讲美国这3公报嘛，美国怎么回答3公报，然后这个台湾关系法嘛，啊，现在加个6项保证嘛，对，啊，所以也就是双方的解释不一样。好，那第一，这个他是中共是这样想的，第二呢，他把这4个东西呢来评量什么呢？牵涉到这个中国的啊，牵涉到大陆的，牵涉到台湾的。你的各种言行呢？哎，有没有超出这个框架？对，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台海的问题啊，你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安全问题，你有没有超出框架？有关这个冲绳啊，或钓鱼台的什么的，有没有超出框架？更重要一点就是你跟美国联合作战的这些动作或什么等等，有没有超出框架？好，这是第2大块。第3呢，当然就涉台问题了，那不能讲了，就他们觉得非常敏感。对日本来说呢，因为台湾的确在安全跟经济各方面都非常重要，所以日本也不敢随便轻忽。那么这点呢，变成双方非常敏感。但问题是，那个分寸很难拿捏，因为你随便双方一动呢，都可能踩到对方的红线。这个题目，而且认定上可能也会有对，就是这样的嘛。对啊，所以也就是说，哦，那比如说，那你跟台湾的某些官方人物来往了，叫不叫官方来往？他是不是有官方身份，还是已经下台，还是怎么的？这第3块。第4块呢，就是关于冲绳了，或关就是这个或钓鱼台的事情呢。那你不管怎么说呢，你有没有踩到红线？也就是这东西一旦我再说一遍哈，一旦这框架定下来之后呢，他就可以振振有词的指着去讲。所以我们过去跟大陆谈的时候，谈这东西呢，我记得那时候陈昌文也讲过，就是框架的问题或者这种大原则问题呢，非常的关键。对，所以其实框架的部分的话，因为当被框住在这个里面的话，其实是解释的部分就看如何去认定哈。接着老师我请教，因为我们回到这个争议的第一现场，就是高扫描他在国会询答，那答辩当中他就回应说，因为他被问到说，如果中国大陆以武力或封锁的方式破坏台海和平啊，而且这个事态啊，就是这个情况严重到威胁到国家的存续，那日本呢就可以依法进入2015的安保法制所规范的存立危机事态啊。这个警戒状态，刚刚我们也特别在闲聊的时候讲到说，已经升级到等于是第2级的这个警戒状态，但是外界会很好奇是为什么会危及到日本的存亡？我觉得这边好，就是日本这一阵子，日本前阵子开始去扩大这个所谓的危机存亡事态啦，或者是开始扩大对亚洲一些安全事务的参与，这个背后其实是有美国的支持。那我觉得当初美国一定是觉得是说，他如果以后要在西太平洋采取军事行动的话，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协助。对。然后到了拜登政府时期，因为随着美军可能觉得他在西太平洋相对共军没有足够的优势，然后共军的在第一岛链附近的那个精准打击能力不断的提升，所以使得美国政府其实就开始希望日本甚至包括韩国能够采取更具体的行动。所以在拜登政府时期，我相信就是美国有找上日本。针对这个所谓的危机存亡事态啊、集体安全等等，有开始去谈在什么场景之下，你美日要如何联合行动？对，就已经开始在谈到这些具体的计划。其实连韩国尹锡悦政府的时候，其实美方都要求谈过，只是韩国那边的进度没有像日本这么快。所以现在这些活动。包括这个日本开始去扩大对这个安全事务的参与，其实是得到华府的支持。OK， 那我觉得在这次他的谈话里面，因为后面比如说朝日新闻曾经提到说，
当时高市是凌晨3点就开始在准备，而且他修改各部会的稿件，坚持要用自己的话作答。问题可能出在这里，因为像21号高市在官邸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的回答其实就蛮像是这个就是行政部门准备的答案，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哪些情况属于适用范围，依据实际发生的个别具体情况，然后综合所有资讯才做判断。这个应该是原本日本行政单位原版帮他准备好要来回复这个询答，对，但是可能就是被他改掉。那他至于为什么这么改，一方面可能就是我觉得对情势多多少少有点误判，所以就是他可能还是把提升自己的政治声望，好，甚至于认为说这样子会不会让华府觉得比较宽心，就有点像是我们常常在提到的是脱稿演出，然后呢把自己心里面的那番话就讲了出来。原本那个说幕僚帮他准备好的稿子没有准备，没有讲，但是呢把他自己心里的话讲出来，但是也引发了轩然大波。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啊，现在这个余波荡漾，关系非常的紧绷。但确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在这个礼拜啊，看到日方有些许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的迹象。特别针对香港最近发生的不幸大火这一场灾难啊，这个宏福院的恶火造成了严重的死伤。高市早苗在第一时间也发文哀悼。那本来呢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缓和一下气氛啊，但显然这样的关怀跟慰问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效果。因为呢，在中日关系以为可以降温的时候呢，包括大陆的民间跟官方都有同步加码的动作，像是官方呢就劝阻民众尽量到日本去旅游。另外，中国大陆飞东京的航线啊减班了1到2成，明年3月以前呢会全面削减班次。还有就是牛肉水产出口的磋商停摆，高盛也警告会拖累日本经济增长，损失90亿美元的观光财。还有野村综合研究院也预测，日本的 GDP 将会因此下降0.29%。而且日本的经济内伤确实啊，最近真的很不乐观。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上涨啊，使得他们的民众生活压力爆表。那中方呢，也选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吗？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吗？因为最近也看到在汇率方面，人民币是升值，而且是创下历年算是一个高点。日元呢，则是大幅的贬值哈。那中国反制日本啊，从民生各个层面来出招。现在所引发的这个言论风暴哈，那所以大家想问的是说2点，第一个，中方还有哪些经济牌？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工具但是中方说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那日方撑得住吗？马老师，好，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日本现在的经济确实不好因为 IMF 预估它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1%左右，但是问题是它通膨是3%，换句话说，你扣掉通膨，它的经济成长率实际上是负成长，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状态确实不好。那能不能承受得住中方的这个施压，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它的 GDP 的这个总规模大概是5兆美元，然后这一次中方铺天盖地的这所有的制裁，包含观光客或竞买这个水产品，或者是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很多的制裁，加起来大概会影响他们的这个 GDP 的成长到0.3%嘛，那这个当然是会痛，但是它本质上我认为就是如果就是双方就决定硬干上了，那其实坦白说，日本也就忍一忍，还是会过去。主要的原因在于高市在这一波的这个冲突之后，他的民调高达72%，这是读卖新闻做出来的那之前这个京都这边的媒体也做出了一个民调，是在这件事件之后，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增加5.5%。那也就是说，你从民调上看起来，高市现在这个强硬态度，并没有受到日本民众大多数的唾弃。老师，我想问民调高，这民调我们都知道，其实民意如流水嘛，就是现在很高，但是呢，可能到时候下来了怎么办？现在的高民调算可以说是高市早苗的底气吗？我觉得其实不能算他底气，因为他在自民党其实本来就是不是多数的状态下，高市上来执政。那对高市来讲，他才上任不到1个月，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这个声望或支持度拉起来，所以他最在乎应该是内政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日之间的冲突，无意间让他发现他的内政是往上走。所以我觉得他要妥协的可能性
暂时不是这么高，因为它看起来就是需要这个民意的支持，然后加上整个日本社会，因为日本在战后已经做一个不正常国家做了80年，就他背一个原罪，对日本的民众来讲，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去，他觉得我们还要背多久？他们难道自己的自卫权都不能自己使用吗？我觉得那是一种往右派的心情，对，所以整个日本的社会的确是在往右走的，这个现象看得到，然后刚好搭上这次高市的这个谈话，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反映出。不见得是完全是抗中，可是它可能反映出日本人民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种愿望。但现在中方牌还没出完，他还没有出到黑桃 A 呢。我说他的牌还有很多，你觉得他还有哪些经济牌可以打？其实因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市场依赖非常的高，它的这个出口20%是销往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假设用关税或者是非关税障碍，让你这20%往下掉，你的 GDP 增长会非常痛，会比它现在这些手段都还来得大。那再来就是大家有讨论到稀土啊，稀土等于是所有高科技需要的原料。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生产者，其实它有权把这个东西 close 掉。那我觉得这个也会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2张恐怕是未来中国大陆不排除会使用的牌。对，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不只是最大的工厂，也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市场面来看啊，分析人士就指出呢，像日本的汽车啦、家电、体育用品啊这些产业都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像一个品牌，这个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叫无印良品，就是 MUJI 哈。它的母公司良品计划，今年到8月为止啊，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就高达了1398亿日元，比前年还要成长大约2成，占东亚事业的60%以上啊，也是公司整体营收的2成左右。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品牌过去是靠形象吃饭，就是大家会觉得 Made in Japan 嘛，就是日本制造的哈，所以就是靠品牌。可是现在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反而形象就是你是日系品牌呢，你反而变成了负资产。还有一点呢更可怕，就是呢中国大陆的本土也有跟无印良品类似的品牌，还有自创品牌，叫做什么呢？叫做名创优品。所以呢。万一现在是在假设，万一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开始抵制，我不买日本的 MUJI， 我买中国大陆的名创优品哈，就会让日系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大大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所以何老师，现在你看到一方面这个日系品牌也感觉到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啊，当然这个企业当然想影响政府不一定那么容易，怎么办？当然，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非常的深了哈。这个也没有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说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科技战，然后就让这个中国跟日本的经济关系脱钩。事实上，在过去这个从川普第1任期经历拜登到现在。日本现在留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商社为什么不走啊？就是他们是照顾到这个中国大陆内需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这些商社基本上是不能离开他的消费者。那中国它现在就是说，它没有像上一次那个钓鱼台国有化哈，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有弄那个反日的这个风潮，对不对？在街上看到那个本田汽车，看到丰田汽车，他会打砸，对不对？对啊，然后有那个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就关门不敢做生意。他们当然现在中国大陆这或许他们对于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他们的一种使用会比较小心哈，因为这个是一刀两刃，就有时候这个你弄得不好的话，因为现在大陆这个他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事实上也不是很好，他们很怕就万一这个东西操作过头哈，这有时候会造成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部的一个不稳。但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他这是蛮聪明的哈，这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把观光客这个停掉，但他不可能全停啊。我们如果说是上一次的一个数字的话，就是钓鱼台国有化哈，大概受影响25%了。但这个25%也会产生像刚刚这个马老师他所讲的那样，大概差不多0.3%。这野村证券这个他几次所公布的 GDP 的影响的数字，那有观众讲说这0.3%它很小嘛，对不对？不要赚那个钱就好啦，对不对？那个现在日本观光过剩。看人家这个挑水哈都不会累啊，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它的一个经济成长是微成长，它通常就是说1%几的这样的一种成长，那你再扣掉0.3%，它所占的那个 share 是很大的一块哈。就像刚刚讲说 GDP 马上变负。对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会对这个日本的内需
造成一个冲击。那日本的经济，事实上日本的经济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是靠外贸，那日本基本上推升经济成长是靠内需，它内需大概占它整个经济大概60%哈，所以内需这一块，当然这中国大陆哈，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有效。那另外就是说，像这次像 Uniqlo 说或者是无印良品哈，他担心的倒也不是说中国大陆观光客不到日本去，他不会去无印良品的这个他新宿旗舰店去买哈。当然那个有影响，你看那个它股票市场哈，就是说那个比方讲像3月对不对？还有这个像这些都有影响，这些这个做这种观光客生意的这些股票都下跌了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中国也有很多的，我们去上海也有 Uniqlo 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说，日本他很怕，就是说中国会不会这个发起一个不买运动，就是说这个挂着日本品牌的这些东西我就不买。而且重点是刚刚是有替代性的商品啊，对啊，替代品牌啊，对啊，然后这个或许是日商他们感觉到这忧虑的哈，那所以就是说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中日因为台湾有事的这个发言哈，然后能够赶快降温，而且我们刚刚讲的高民调哈。那个高市早苗事实上一上来民调就会拉到70%啊，他这个月只是讲说他保温了，他没有像岸田文雄哈这么不堪一击哈，岸田文雄的话是每个月降哈，那这个最后就下台哈，但是就是说你看哦，之前的这个很多的首相上台都70%，但是不见得做得很久，我要举的就是菅义伟。菅义伟首相上台的时候几乎跟高市早苗一样的，但是他只有做1年，而且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靠这样的一种哈，就是说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名气可用去撑住你的高，做不到，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慢慢的会淡下来，新闻会淡下来，还有日本老百姓最在意的还是经济跟社会福利，那这个才是决定高市可以走，但是从经济数据来看的话，确实不容高市的这种那么乐观，他那么乐观，因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说高市早苗现在还在他上任之后的蜜月期哈，所以这个民调很高，名气可用。可是 Russ 专家也分析啊，中国大陆现在对外已经进入到了精准经济制裁的这种格局跟成熟的模式啊，不再是说全面封锁，而是精准打击对方的关键弱点，就像是美中在互相竞争，这个互相精准掐住对方什么大豆啦、稀土啦啊，所以呢，美国呢被掐住，那使得川普呢也不得不考虑让步啊。那现在呢，在日本这边呢，执政联盟内部也传出内讧的这个消息，说维新会要扬言出走。那高市的政治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而且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前首相石破茂他说，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食品、稀土还有医药品，他也抨击这个高市处理外交问题啊，不能够只是过一时的嘴瘾。白话文就是说，不能只打嘴炮了啊，这个你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是必须回到问题去现实的解决。所以我要问的是说，所以日本也知道。也许大豆，也许稀土不是他们的软肋，可是它的软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生消费用品、电子用品，还有什么呢？各式各样的日本产品都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不管是在日本制造，出口到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经营工厂，或像无印良品在中国大陆经营连锁店的，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来往是非常密切，所以高市早苗7月7号在国会发表言论的时候，但我们早知道企业大佬会非常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因为刚刚柯老师有提到，就是那次钓鱼台国有化的后果，对，所以企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怕，不管是观光业或其他的业者都是非常怕。同样的事件会再次发生，而且我刚才想到一个流行文化，当然，而且这几天已经有很多例子，就是艺人的在大陆的活动，日本艺人的活动被取消，甚至好像有一个还在演讲的时候，对，突然被中断了，对，就是还没被就是说还没结束的时候，先表态了，对，突然被中断了，所以当然日本业者是非常担心会有
经济的后果了。所以那个时候一大堆人在网络说，哦，我们不需要中国市场啊，我们可以欢迎台湾人取代啊。都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了。不光是那个量体，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冲击有多大。所以最后简单请教一下何老师，你觉得高市会因为这样的庞大的压力，在最后，因为现在看起来有点缓下来了啊，他是要用这种 soft landing， 对，软着陆来处理后续的争议嘛？事实上，这高市在这个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党首会谈之后哈，就野田佳彦真的很照顾这个小学妹哈，他就讲说哈，他虽然没有撤回哈，可是他刚刚这样讲哈，实质上已经撤回了。他希望用这样子，就是说给北京抛讯哈，这毕竟立宪民主党跟北京的关系还是比高市早苗要好很多哈。那但是就是说，现在这高市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短时间哈，如果它的经济数据哈这个不回正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它的这种今年第3季日本的经济数字还是往下走的哈，但这个可以，那它压力就来了。这个账当然算在石破茂，就很像这美国的这个川普怪拜登，这个他们还可以怪前任，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前面的Sleepy Joe这造成的嘛。可是如果是第4季到明年第1季还是继续往下的话，你还可以怪石破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的。然后现在日本的这种就业也恶化了，就是说他们刚刚才公布的10月已经是高市早苗，它已经上来了，对不对？他的这个就是说求人倍率就是说一个日本人要找工作有几个工作在等哈，他这求人倍率这个也变成负的了，所以这表示就是说整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内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已经在出现了这种水温的这种变化。我们知道最近中日、中美还有美日啊这3边关系，这礼拜因为川普的2通电话，现在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跟发展。那川普呢？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但顺序上呢却是先习后高，也就是先打给习近平，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这个先后顺序啊也起人疑窦，引发讨论。高市早苗在月初他说了一句，这一番言论呢，就是日本可能会介入台湾有事这番言论，到现在这把火还没有完全的停息，也点燃了中日这个外交的火药库啊。像中方就强烈反弹，包括现在也看到日本内部也在出现了一团混乱。那在这个敏感点呢，川习2人的热线哈。更重要的是，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是这个顺序上啊，为什么是先打给了习近平，然后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并不是马上哦，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各方的解读都有，像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孙运这位学者，他就指出，他说过去中国大陆呢都会是暗示是美国打了。但是这次却没有，显然啊，显示是中国担心与日本的紧张升级才打给川普。然后日本的舆论呢，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就代表中国怕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刚刚讲的这些解读全被打脸，被谁打呢？被美国的财长 Bessent， 因为他出面证实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好，那先请教一下王老师，外交上我们都知道，其实。顺序很重要哈，怎么看川习热线、川高热线这当中的猫腻？是，我想这个如果从谈判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先开价的一定是弱势哦，因为你开价之后，你的价就容易被人家往下杀。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美中之间大家会这么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这2个是大国。不过如果我们要看它到底是谁低头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次比较不准啦，因为他们今年在9月19已经通过话，然后10月30号2边都碰面了，所以它已经不是第一步了。那谁先打，其实坦白说没有这么重要啦，重要的是他们打的这个过程面谈什么议题，我觉得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谁先打的问题上，媒体比较关注，但是我觉得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各自在事后的发布会上谈了什么，我觉得比较重要。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那表示这个国家现在最在意的议题是什么？数据上也许没有这么重要，像您的分析啊，但是您刚刚讲说内容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媒体也报道出来的，可能都是看到是表面的内容哈，有些还可能没有讲的。是，你觉得哪些没有讲的？我想这个在美中过去的谈判
都一样，它的路径就是这样。他们谈完以后，绝对不会一起开记者会，绝对不会一起发布共同的这个公告，各自发表，但是会各自发表。然后每一次各自发表，你去比对，看起来两边谈的重点都不一样，基本上对不太起来。那这一次我觉得美方可能真的在乎的是乌俄战争的28点嘛，就是川普提的，然后他希望中方能够在乌俄战争停火上面能够做一些协助。那贸易战一下子要采购大豆，一下不采购，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双方还要对表一下。所以美方大概在乎的就是主要是这2点，然后也包含芬太尼等等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急切感好像没有这么急切，因为刚才在30号谈完哦，我觉得反而是新华社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说台湾在战后这个国际法体系里面是属于中国，这件事情表示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 AIT 先前抛出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那如果台湾地位真的未定，在2战之后台湾就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体系，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它要继承中华民国的这个状态就不存在哦。那这个会对于现在的一中原则，而中国是这个主权是涵盖台湾的这个论述会被瓦解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上面谈的这个立论来讲，他一个是回应 AIT 过去的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2758号决议案里面不包含阻止台湾参加联合国这些，因为这东西发酵下去，它在不光是美国的盟国，它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聊的，深入来分析一下，是说高市这番言论，就是特别拿出了这个旧金山合约来讲哈。这不讲还好，一讲呢更加炸锅哈。但也看到了说，川习2人在热线通话以后，大陆方面是先买了10船大豆，表示谈的还可以。Ross。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双方贸易谈判可以继续顺利进行。这个川普从1月底上来一年以来，他都一直提到希望跟习近平通电话见面，达到贸易协定。虽然有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了，但是他还继续保持跟中方的这个沟通，双边的贸易。他最在意的就是贸易嘛，受到影响就不好。很明显，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很在乎贸易。这个不等同美国不会批准军售给台湾，甚至赖总统以后。过境美国了，对，因为美国应该还是会答应这两件事情给台湾了。但是在整个环境之下，如果是我们看整个环境的话，那很明显，川普希望在这个时候，美国跟中国可以继续谈贸易方面的细节，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多买美国的东西。好，那你怎么看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美国在高市发表那番言论以后呢，其实呢有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先不做任何的动作啊，那顶多呢，最后是由这个国务院，就先前我们看到稍微表个态。可是这次呢，幕僚就建议，我想应该是川普跟幕僚啊一起决定，但川普最后是做决定的啊，他主动打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刚刚先喊价的就是先矮了一截啦，不是吗？当然希望川普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降温了。很明显了。如果他希望可以升温的话，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会发文说：“我支持日本啊，因为中国怎么会对我们盟友这样子？”那川普没有，所以他的动作很明显。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过1天、2天、1个多礼拜、2个多礼拜，川普没有出来很直接说日本是对的，中国是错的。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大堆政治人物 KOL 都在网络说台日关系怎么样，都是日本水产，都赴日本旅游等等。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结果应该会是什么，所以现在都反应得太快了，对不对？不觉得吗 ？OK， 那我问你哈。川习热线完以后，刚刚说川普后来又打给了高市早苗嘛，好，那当然这个通话没多久之后呢，跟高市的通话，来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呢，川普哈，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到底他跟高市早苗在这通电话当中他讲了什么？当然现在也是各说各话哈，因为《华尔街日报》就说呢，川普确实啊是希望高市不要再刺激北京，但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呢，他们是说不好评论这个外交互动，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脱。后来被一再追问下，又改口说
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被施压哦。但是日本官方长官呢，只是否认内容。可是大家也看到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高市最近的一些动作哈，一些转折哈，反而让大家觉得真的没有吗？首先，很多人批评华尔街这个日报，很多人说这个记者是亲中，他是描述匿名人士等等，而且日本这发言人最后出来说是没有这件回事，对，日本政府否认，但是同时也很明显，川普应该是不会像高市早苗说，你一定要收回，当然不可能那么直接嘛，不可能。但是同时，如果川普说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降温啊？那谁不相信川普有可能相信？日本也没有否认川普说请你在这个时候降温，日本没有否认川普有这样说，所以或许日本没有或许日本是对的，但是或许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是对的，这个也有可能啊，对，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是川普希望。不管是中国那边、日本那边、台湾这边，对，大家都要降温嘛。OK， 何老师怎么看？当然，那个日本他这通电话哈，那个应该川普想要啊，就是说去稳住日本啊，因为他这个就贝森特已经证实了嘛，哈，是美国先川普主动的，那个对，那个是先发动这样的一个川习通话，而且就是我们那个从日本的新闻哈。他也透露出一些猫腻。我们台湾这个一直就讲说，这个是川普是被动，对不对？习近平主动。那当然他要营造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中日的这种对抗里面，中国大陆似乎在示软哈，在向美国求救。那这当然这比较符合这赖清德政府的这样的这种希望哈，但是好像是刚好是颠倒，是最后贝森特出来讲了。那这赖政府这反正就把它当成没有这么一回事哈。那不过这个我比较相信是贝森特讲的。那而且再加上日本的这媒体，他之前他也透露啊，他说这通电话事实上日本知道川普要打这个电话，他们自己已经先露了馅了嘛。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你东京怎么会知道？对不对？现在的中日关系坏到这个样子，北京怎么会跟你讲说，那这个跟你们高市早苗讲啊，我要打电话给川普啊，你小心一点啊，那不会嘛？对。所以如果是东京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会有这个首脑的这个通话，对不对？那一定是美国他发动的。而且我刚刚就在想，贝森特的这番发言会不会后面已经有了一番讨论？就是你起码美方要先表示是谁主动打给谁的，当然，对吧？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在看到这个，就是说这共同社，他也证实了，就是说他这通电话事实上，这个虽然牧原人最后讲说没有，这美国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要日本克制啊，这个，但是共同社是有信用的这个通讯社，而且共同社还有日本官方的色彩，虽然日本看起来没有官媒哈，对，但是共同社就有一点像日本的新华社一样。那他自己就讲，他说这个现在川普基本上就告示这高市早苗，这中日他不希望中日关系的紧张继续升温，对，而且他也跟高市早苗事实上这也讲了整个台湾问题。在台湾对中国的一种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说台湾问题是很复杂的，对不对？那你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言上面，你要谨言慎行。所以有一句话说“剪不断，理还乱”哈。所以刚刚你提到说台湾未定论的这件事情啊，刚才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哈。回到您这边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两天看到高市在国会答询这个议员啊，同时是当时问他那个问题的。结果呢，高市的发言确实看起来是比较软了一点啊，也比较缓和一些。但是呢，他又抛出了一个说日本没有立场去评价台湾的地位哈，是外界就解读说是想要替中日的关系紧张来降温。可是他引用的是旧金山合约，反而这个更激怒了北京啊，所以呢，北京就直接搬出啊，说你拿出旧金山合约，我拿波茨坦公告，那也有人说是波茨坦宣言哈。来点名日本，说你日本必须反省，而且撤回你的错误言论。现在变成了一个法理攻防战。对，
我想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2件事情，其实解决了就是在战后之后的这个比如说台湾的归属，大概在这里面就解决掉。可是问题是旧金山宣言的这个第2条的 B 款。里面他只声明了日本放弃台澎这些地方的权利，他没有说要给谁。对哦，那这个就很麻烦。其实这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 bug。那对于习来讲，最好的方式是日本在后面的某一个首相，不管是谁，他愿意说，因为他当时是当事方嘛，来说哦，我当时虽然说放弃，我没有讲说要给谁，但是我的意思真的就是给了中华民国，也就是当时的中国。那这个法体系就健全了。可是高市没有选择这样讲，他选择重申了一次波茨坦公告，当时日本确实放弃，然后这就是战败了。对，战败。那这是从此以后不关我的事了，那你们谁拿去我都不在乎。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在川习通话里面习近平的关注，也就是对习来讲或者中国来讲最担心的事情是台湾在2战之后没有回归过中国，那台湾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高市的这个提法看起来好像在降温，可是实际上他没有打到中方现在他的 concern。对，所以从国际法上来看，哈，何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说，那有没有办法用国际法来解决目前中日双方所产生这个你的旧金山合约对抗我的这个波茨坦的公告？还有就是我要问的是，台湾在这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是什么？那事实上，那个高市早苗讲这句话哈，是他在那个松下正金属的学长，那个做个球给他。他们虽然政党不一样，他去做球嘛，但是日本经常就是他们如果要解决这样外交的这个麻烦的时候，那你叫首相撤回去，那这个对日本政治跟首相个人来讲下不了台，对这个打击很大嘛哈。他们通常就是在野党做个球，然后给执政党让你有重新再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哈。那就是说，这野田佳彦他就问到这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一次高市早苗回答实际上是非常标准的，他应该已经学乖了哈。他上一次在国会哈，这个等于捅了马蜂窝，因为他上台之后，他好多的政策他自己喜欢跳到最前面，然后去解释政策，用这样来凸显自己对政策哈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不对？这里那所以他这次很乖，他就是按照日本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主权的问题的一种这个就是来自内阁的，应该是内阁的一种统一的这种见解啦，就是战后的台湾澎湖是日本所放弃的领土，其主权归属。它不是那个我们讲的哈，这民进党喜欢听到哈悬而未决，听到悬而未决，这民进党就跳起来这个拍手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基本上他始终是认为说这个问题事实上我无权置喙，就是这个问题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放弃了，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谁的我不会再讲话。事实也是如此。对，那至于就是说为什么旧金山合约它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写说归还给谁，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旧金山合约当时。这个北京跟台北不管哪个中国政府都没有参加，所以在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参加情况之下，他不会写明给谁。就如同日本在那个旧金山合约里面，他也放弃了这个库页岛啊，也放弃了这个北千岛群岛啊，但是他也没有写说归还给苏联嘛，因为苏联也没有参加嘛。老师，那您觉得台湾在这个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事？事实上，我觉得从中华民国政府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对我们自己所管辖的这个台湾澎湖，然后自己自我否定说这个地方的主权有问题呢？那你现在你中华民国你在统治什么？对不对？就有任何国家可能都基于自己的利益，他挑战，可是你中华民国不能够挑战。对不对？你不能讲说我希望变成台湾共和国，所以我就挑战。但是你只要你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在你的位置上就不能挑战中华民国拥有台湾这件事情是有国际法的瑕疵。就现在这个争议啊，现在余波荡漾。等一下回来我们要聊的是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的经济，而且还蛮严重的。马上回来。